战火隆隆未停歇，壁虎显刃横世间。观世界，岁月如梭，时间来到我们阳历5月。在这个月份呢，除了保持身体健康外，也是需要多加注意的月份。这个在我们阳历5月的流月总论解析里面就有提到过，还没有看，赶快去看，这个很重要哦。而在5月份的流月将会在阳历5月5日节气立夏，从庚辰月交接到了辛巳月，也就是说，从这个月开始就是进入夏天的时间了，天气也开始变热，南半球要变冷了。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属鼠的朋友，属鼠朋友这个月是比较属于焦躁不安的一个月，但只要好好调整心态，基本上也是平安的。在事业上，属鼠朋友太岁星君遇到了本命龙德星，会显得比较积极，但这个积极有时候在别人眼里会显得过于霸道。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属鼠的朋友会让行动优先于思考，有时候同事或主管还是客户还没表达自己的想法，你就急着下决定，容易让别人觉得你自己是不被尊重。所以与人沟通的时候记得要先听后讲，情报与信息的收集完全之后再进行自己的意见表达。这无关你正确与否，就懂得先尊重对方。而行动的时候要先做好工作计划。那么这个月可以说就是可以平稳的。那整体而言事业运属吉。而在财运方面这个月财运尚可，在投资方面受到本命报败星的影响，容易功课收集的不够多，就觉得机不可失，就急忙的下单进场。而这个月又是混乱的一个月，所以容易乱上加乱，那就很混乱了。所以在一般财务方面这个月对于支出容易失去了概念，每笔支出都看似不多，但是加在一起却非常的吓人。买的时候都可以很有气魄，但是存款跟账单的数字就容易让自己下个月过得比较难受一点。所以量入为出，搞清楚想要跟需要是比较合适的。整体而言，财运属凶。在感情方面，这个月属鼠的朋友对感情的想法就真的比较难掌握，因为思考模式容易先入为主，觉得事情就应该如此的理所当然，大家都应该能够理解我才对。所以单身的朋友搞不明白自己的心情，有伴侣的朋友搞不清楚对方的想法与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容易感到患得患失、难以自处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先倾听对方，不用太急的着急表达些什么，因为对方不是一定要你做什么，而是要确定我们有在乎对方的生活。而单身的朋友这个月多阅读，有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些很有趣的另外一种的心灵上的体验。整体而言，感情属中平。在健康方面这个月要比较注意作息，因为睡眠品质会比较差一点容易晚上起来想上厕所或者是惊醒，虽然做完之后很快就可以入睡，但是睡眠中断就对日间的精神维持会有点影响。所以建议在睡觉前少喝水，然后做一些柔软操拉筋这是会比较好的。最重要的尽可能减少饮酒，因为这个问题主要在肝胆部分，所以饮酒肯定有重大的危害。所以整体而言，属鼠的朋友他健康运属于中平。接下来到我们属牛的朋友，属牛的朋友这个月受流月星君与流年太岁的关照，所以这个月的时运理论上是比较强盛的。但是太岁星君过于强大的时候给我们的力量有时候会超出我们所能够承载的强大，这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反转。在事业上，我们属牛的朋友会在这个月面临到比较大心情上的挑战，似乎做什么事情都容易出现错误与疏漏，花最多的时间不是在业务的进展，而是事后的收尾以及弥补。这是受到过于强大的太岁之力，导致脑袋思考容易断线。所以这个月对于工作业务的进行要做好备忘录，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然后这件事的流程是什么，最好都清楚的有流程表，确保自己不会不断犯下低级的错误。只要做好这一点，把太岁的能量用得妥当，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更有可能发展向上的空间。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中平。而在财运部分这个月财运比较一般投资部分这个月无论如何都是世界局势混乱的一个月，保持好你的现金，不要进场，那是比较好的。如果你非要进场，虽然不能够说完全没有获利的机会，但是就怕你脑子一热全仓加杠杆，那就真的很危险了。只要注意好自己的投资纪律，做好停损停利的设定，那还是可以进场去试看看的。而对一般财务部分容易会有天外飞来一笔账单，比如罚单之类的，或是补税或者赔偿等等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好自己资金流水的稳定，不要把钱花得刚好，一定要有存款的准备周转。整体而言财运就属于中平。而在感情方面这个月感情是属于比较差一点的，单身的朋友自己的情绪会比较不稳定，所以人际关系会比较差一点，做好单身贵族是比较合适的。而对已婚有伴侣的朋友来说这个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情就突然讲话一半就暴怒，把家庭关系弄得很不好，然后即使发现自己不对但又下不来台，所以要把场面弄得更加的糟糕，或是胡乱甩锅给伴侣或是家人。有脑袋的都知道这个行为很不好，所以多出去走走，最好去公园散步，让大自然的平衡我们身上的能量跟磁场，是一个安定心神的好做法。整体而言，感情也属于小凶。
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健康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天气虽然有变化，但是也不要大口的灌冰水或是暴饮暴食，否则是很容易拉肚子的。另外就是要多喝常温水、纯水哦，你不要饮料，因为这个月的肝肾功能不大理想，非常需要水分来调剂。而且也必须尽量不要饮酒，尤其是立夏的三后内，这是非常伤身的哦。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中平。接下来到我们属虎的朋友，属虎朋友这个月原本应该是强健时运的时候，但是太岁的力量与流月力量受到大量的强化，所以属虎的朋友比较占不到什么太大的便宜，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谨慎以对。在事业上来说属虎的朋友这个月会比较强势，这个强势不能说完全不好，但是要避免在没有听取或是做足功课就随心所欲的下决定，因为对方可能已经预判了你的预判，让属虎的朋友掉入了陷阱里面。所以说我们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要对方一直不发言那我们就觉得没事我说就可以了不行哦。这个月心灵能量受到太岁力量的强化之下，下班之后我们容易感到一些虚弱，但是呢，基本上因为我们有吉星的守护，大多都能够做的还是不错的，任务也是大多都可以顺利完成的。整体而言我们的事业运可以说是小吉。在财运方面投资眼光比较一般但是跟事业运一样，很多事情我们做足了功课再去进行会比较好，不是靠个人的看法、直觉或者是消极面来做投资。金融市场不是比谁的钱多，而是比谁的资讯以及够理智，所以做好功课再出手，可以提升获利的概率。但老师还是要说这里指的是个人的运势，个人的运势再好，5月的大环境变化很大，大环境很诡谲多变，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世界局势的转变。在一般财务方面这个月花钱有点不经过大脑就买了单纯觉得我好像需要，价格什么的不是很在意，要注意一下，要控制预算，以免透支。整体而言，财运属小吉。而在感情方面，这个月感情比较差一点，受到卷舌星的影响，容易开一些不大得体的玩笑，或是得罪人的笑话，把诋毁跟侮辱当成幽默跟风趣，很容易打坏你的人际关系，更别说经营好感情了。所以言多必失，这个月先当认真严谨的人，少说话，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除此之外，单身的朋友整体的气场还算不错，只要能打理好自己，有创造社交机会的行动，那是有机会找到心仪的对象。但是还是要记得话不要乱说，炒热气氛的事情交给别人，自己别瞎说。而对已婚有伴侣的朋友这个月就比较稳定会比较想带他家人伴侣出去走走，但是要小心饮酒之后的聊天，酒后吐出来的不一定是真言，还有可能是挖洞给自己跳的污言秽语。避免饮酒，可保家庭的平安，感情的稳定。整体而言，感情属于小吉。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属虎的朋友容易有一些小血光之灾，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擦伤或者撞伤这样的状况存在，所以日常上要稍微谨慎一点。如果你可以捐血中国称为献血是一个化解的好方法。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小凶。接下来到我们属兔的朋友，属兔的朋友这个月属于一个需要低调的月份。毕竟我们自己的本命宫是比较单薄的，又遇到太岁是一个强化之月，容易因为小事与他人发生的冲突或是意外状况变多，所以真的是要特别谨慎一点。而在事业部分属兔的朋友在阳历5月的事业发展会呈现一个外稳内弱的状态。本命宫的禄星星虽然能够带来基础的保障，但是流月的剑锋星、伏尸星等凶星的形成压制，职场中容易遭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一般的一些专案项目可能推进受到一些审批或者是一些问题导致延迟，或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受到阻碍。职场团队内也需要注意沟通跟误会，这个月不宜主动争取调换职位、岗位或者是跳槽。如果你必须进行重大的决策，务必先确认合约细节，避免因为摘杀星的影响而陷入法律纠纷。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中平。来财运部分这个月正财受到禄星星的庇佑，我们薪资正常的收入是稳定的，尤其是从事文化设计类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奖金收入，但偏财受到福辰星的影响。投资理财容易受到市场的波动牵连，短线操作的风险会变得比较高。而且5月我们特别警惕了天狗星引发的破财危机，例如我们一些电子设备的故障交通罚单或社交运投的超支。经商的朋友要注意客户拖欠账款的问题，重要的交易你要白纸黑字流程的凭证，而且这个月不宜替他人担保或者是借贷，避免卷入财务纠纷。整体而言呢，财运属于中平。接下来我们看到感情方面，单身的朋友桃花运比较平淡，这个月指背性容易招来闲言碎语，社交场合可能遇到虚情假意的追求者，建议通过一些进修课程或者行业活动去拓展我们的交际友谊圈，但是不要太急的去确认关系。而有伴侣的朋友受到八座星的影响，家庭生活总体的基本上还算是和谐，但是吊克星会让我们的情绪比较
敏感，可能是因为一些小事情，比如说家务的分配，或是子女教育，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财务分配产生了一些争执。所以说我们避免在疲惫的时候去讨论重要的话题。我们在休息的时间比如周末，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家庭的一些烤肉或者是烹饪或者是一些团康活动可以有助舒展我们彼此的关系。整体而言呢，感情就属于中平。接下来我们看到健康部分这个月主要是受到血刃星、伏尸星与灾杀星的3星联动，意外伤害风险是比较高的。通勤的朋友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驾驶的朋友要注意避免疲劳上路或者是边走边开边滑手机。5月也是我们的旧疾复发的高峰期，尤其注意我们神经系统的不舒服或是皮肤过敏的问题，而工作压力可能导致我们的失眠或头痛，所以我们作息要调整好，中午可以睡个午觉。饮食上建议不要有些生冷的刺激外卖的食品也要注意它是不是干净。剧烈运动前记得我们要先做好热身，以防我们肌肉拉伤或者关节扭伤。整体而言，健康运就属于小凶。接下来到我们属龙的朋友，这个月是稍微辛苦一点了，但是只要调整好心态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平安稳定的月份。而在事业上，属龙的朋友这个月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云霄飞车，我们的冲刺跟停顿是交互出现的，因为我们天喜星带来跨界合作的好运气，尤其是需要整合一些，比如说政府资源或打下上下游产业链的工作比如说申请补助案、跨国签订合约，都比平常还要顺利很多。但是太岁星的压力紧跟在后，我们的主管上司或者客户的要求突然增加。明明上个礼拜我们谈的事情都很 OK， 但这个礼拜突然翻案，我们要重新调整预算或者内容，导致我们原来准备的内容都必须都打掉重练了。而负星的病符星也会让我们工作的压力会变得很大，容易出现头痛或者注意力分散。我们在重要会议前记得我们先让自己放空10分钟，做一些深呼吸不要太把自己弄紧绷了，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进行的比较好。而在办公室人际关系会处于表面和谐，但是私底下会对你有一些八卦或者是一些挑刺的问题，这个是要去注意的。而在工作上关键的文件最好你是要多看2-3次，避免被挑出一些细节跟错误，犯了一些低级的错误，然后后面呢可能有些问题就变成你要去扛了。整体而言，事业运还是属于小吉的。在财运部分这个月的正财是比较能够提升的，尤其是你从事教育类、设计类、法律相关类的朋友，这个月有机会签下比较好的一些业绩奖金会比过去多了比较多一点。但是剑锋星也会在我们的偏财里面捣乱，投资理财要特别的小心。朋友推荐的，比如说什么 AI 或者这些虚拟货币听起来很棒但是尽量都不要去参加市场的波动或者是它这个一开始可能就不是一个真实的项目，让你把钱丢进去跟打到水里其实没什么两样的。而我们的健康开支也会增加，比如说我们牙齿可能突然感觉到酸痛或者是一些蛀牙，或发现我们隐形眼镜突然坏掉重新配镜。所以说我们在账户里面最好留一些周转金。而我们在我们消费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信用卡分期，因为长期而言对你来说这个财务负担会越来越重不要以为它分期更划算，并没有一切都是一些套路而已。而再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买东西尽量不要使用分期，因为分期的东西对你后面的之后的时运会有很大的压力。整体而言，财运属于小凶。而在感情方面这个月属龙的朋友有雾里看花的桃花运职场跟进修空间容易看到有一些人感觉到我们还来电，但是后面也是藏了什么呢？藏了寡宿星的陷阱。对方也觉得说跟你来往很开心，但是对方不是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单纯的朋友，或是说他自己可能已经有了对象只是说骑驴找马，大家看一看。或是他自己的经济状况没有他表面那么风光，所以是说我们在跟别人去社交的时候注意我们的场合不要找一些暧昧的地方，我们找一些光线比较亮丽的地方比如说咖啡厅或者是说我们再去一些比较充足有公众场所的地方，我们比较能够看清楚对方跟细节，这要特别注意的。而对已婚有伴侣的朋友要注意太岁星引发的一些权力纠纷比如是说呢，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重要事情决议有时候呢就变成双头马车，这个太太跟先生彼此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最大公因数，不是说沟通就是说服对方不是沟通是找到最大公因数，无论是在职场或者在家庭或者在两人之间都是一样。不要以说服对方为主，因为说服了基本上他也不会认输对不对？他只是把仇以后再报而已。所以说最好就是说找到最大公因数那我们找到一个可以互相最低可以接受的，那就 OK。那如果是说你的伴侣突然想要去做一些换工作或者是说去学新的东西，你不要着急泼冷水，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想法，
它不是需要你的答案，它只是需要你的鼓励跟支持而已。所以整体而言呢，感情运属于中平。接下来我们看到健康，健康在这个月有病符星跟剑锋星的联手状况之下，这个月特别提防了病从口入跟飞来横祸。肠胃就像装了一些什么敏感警报器，我们喝一点凉的，喝一点冰的，或吃点生的，就容易有肠胃炎的状况。这个是要去特别注意的。而在运动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避免是说过量运动，前面没有热身，导致我们扭到或是一些运动伤害。那比如说我们要去追大自然一些游泳啊，或者是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不是正规的游泳场所的时候它可能是有些风险在的。或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特别小心一点。另外注意就是我们作息要好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前一天没有睡好，那么我们可能就觉得精神很不好。这个时候不要说我们多喝咖啡就可以熬过去了，没有作息做得好，那基本上你的安全才没有烦恼，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办公室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记得常常起来活动筋骨不要让自己的疲劳不断的堆积。现在好像还可以，但是你堆积下来的健康债后面都是要还的，所以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小凶。接下来到我们属蛇的朋友，属蛇朋友这个月是本命月，今年又是本命年，所以整体来说，你真的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挑战。而属蛇的朋友在本命月事业有点像走钢索一样，平衡感决定成败。本命宫的太岁星带来高层和主管的关注，像是突然被主导一些关键的专案或是在3天内要完成一些可能过去要1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所以说压力非常大，大到你胃痛都有可能。但是远方的天解星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一个不错的作用，有一些的同事可以来帮你或者是一些客户他原本是不好沟通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同事或是在彼此之间的合作来找到一些可以转危为安或是力挽狂澜的状态。而父亲的子辈星就要注意了，因为避免有一些八卦从自己身上产生，所以对人处事或者是一些用词我们一定要注意礼貌不要说大家那么熟了，开个小玩笑不要紧那是你的小玩笑，不是别人小玩笑而另外我们重要的邮件我们记得一定要去往来避免以后有什么纠纷的时候我们找出证据来。而另外一部分在工作上有一些是跨界合作的机会看起来比较多，但是流月有福辰星来做影响，有一些可能是你原来不熟悉的，我们谈合作，然后呢谈的好像都 OK 了，但是你不熟悉，你以为这个都是水到渠成的，但是通常都会有变数，这要特别去注意的。还有这合约一定要做仔细避免是说合作厂商交货延迟，拖累我们整体的进度。整体而言，我们事业运就属于中平。接下来我们看到财运，财运就有点像是说卡住的提款机，明明我该入账的钱，这是我的财果应该有的收入，但是呢，它却延迟的交付，该进来的账没有进来。尤其是类似像自由业的，或是你专门去接一些接案为生的朋友我没有固定工资，我就开工作室，这等等之类的。这个月得去怎么样呢？得去把脸皮厚一点多去催款几次。其实也不要说厚脸皮了，我们去争取我们该有的权益了。而父亲的地煞星偏冲击到我们偏财，那有一些市场上推荐的一些比较几乎都是稳赚的，好像看不出什么缺点的，你自己认为说这个怎么可能不挣钱呢？这一定会挣钱的其实都是一些套路挖坑给你跳而已。尤其是打了什么 AI 或者是一些新能源名号的一些，比如说未上市股票或者是一些跨业投资这个亏钱概率是极大化这个不要去挑战了，基本上你很难成功的。而另外一个部分你要去注意到身上有周转金比如说有一些健康的开支可能会出去，比如说牙齿或者是你有一些急性的一些，或者临时需要去看病或是手术等等之类的就是钱包可能就需要一些周转，做好你自己本身的财务规划那是很重要的就要记得记账是很重要的。整体而言，财运属于小凶。接下来到我们的感情，接下来我们看到感情方面，单身的朋友有点像你开滤镜开很大的自拍乍看很美好，但是呢实际上看起来有点怪怪的。社交场合遇到的对象表面上幽默有趣，但是呢受到福斯星的影响，对方可能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好，或者他讲那么好，他可能一定有一些不足以外人道也的事情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一开始他那么好的事情通常我们需要多加推敲，越好的我们越需要去观察。所以说在往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多去了解他过去的感情史现在经济状况慢慢去了解会比较好的。对已婚有伴侣的朋友要注意太岁星引发的一些对抗比如说呢，另外一半突然要去影响你说你的工作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些事情或者是你认识谁谁谁可以帮我把它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是说啊，你应该做什么，你赶快去做，你现在事情不要做了，你要帮我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些事情很多事情会产生的一些伴侣之间呢，你干涉到别人的工作会产生一些纠纷，更有可能就是说呢，本来是一点小纠纷他就翻出了旧账，然后开始讨论说你现在会这样，就是因为以前我对你怎么样，那或者是我以前怎么样，你现在对我怎么样啊？这个真的是比较糟糕的事情，尽量避免哈。所以整体而言呢，感情运属于小凶。接下来我们看到健康健康这个月有剑锋星、血刃星的双凶星夹杀，所以说这个月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容易受到一些意外事故比如说你切菜的时候切到手指下楼梯的时候突然拐到等等之类的，甚至是你连开一个包装袋都可能割伤自己的手那肚子肠胃也觉得会比较不理想吃到一些不新鲜的，比如说海鲜就容易会有肠胃炎所以说注意吃生冷的食物这个月尽量是不要这个是需要保护自己好的。而最比较麻烦的事情是浮沉星浮沉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有时候我们明明就身体很累了，但是躺在床上就怎么样，突然就觉得我很多事情千头万绪开始起来就是身体想睡觉，但是精神不放过这有点糟糕。所以说睡觉前做一下暖身操，或者是怎么样，喝一杯热牛奶，让自己可以缓解一下，当然会有好处的。整体而言我们的健康运是属于中平，有点偏凶了，但是整体还是可以算是中平的。接下来到我们属马的朋友，属马的朋友这个月面临到太岁力量是比较强大的，我们是需要一个追求稳定跟安定，还有一些要追求低调的月份。在事业方面这个月事业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开车的时候，油门跟刹车同时踩到底该往前还是不该往前呢？就是因为流月太岁星直接给我们的工作上产生了一些压力，比如说我们的老板或者客户丢出一个我们3天之内必须完成我们现在目前手上的专案，而这个专案基本上你可能需要1个礼拜或者2周的时间才能够做完，但是呢就变成是说我现在极短的时间我们做出极大的一个成就，这是比较辛苦一点的。而本命的太阳星会让我们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些企图心，也会希望说既然有这个挑战，我们尽量把它做好，就怎么样呢？我们把压力变成动力这个也是好的啦。只要你有这个心那但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去注意的事情是，你周边的配合的伙伴能不能够接受。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自己很强大，压力也很大，挑战也很大，当然成就也可能很好。但是你身边能不能够配合起来，你能不能够整合团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月无论是你是一般工作，或是创意类，或是公关类的等等之类的，你的工作压力都会比较大。但是你真的要做好横向的沟通，毕竟我们这个月有福斯星在团队里面会产生影响，容易是说前面给你握握手，后面给你下毒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整体而言，我们事业月可以说是小吉。在财运方面我们这个月的财运有点像什么，在烤面包快要烤焦的状态。我们流月天解星就好像是突然给我们开了一个外挂有一些本来应该应收账款，但是却拖欠了，这个月突然可以收到钱了，感觉不错。而本命的天厨星也会让我们做一些，比如说你做一些餐饮产业的饮食产业的业绩都会比较好如果你是开餐厅的，那你现在来客率跟翻桌率都会比较高。但是要注意这流月有血刃星，它不是只有意外血光，它也会割破我们的钱包。所以说要注意你手机或是一些意外事故，突然发现意外，比如是说手机突然摔坏，屏幕裂了，是不是也是一笔钱车子突然爆胎了，可能也是要一笔钱。不要说不可能老师也突然轮胎有事没事，刚换没多久就会爆胎，对不对？爆了怎么办？花钱呗那轮胎破一个，你不是只换一颗对，它是一对一对的去换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一些周转金来去做所以说要注意准备好我们的周转金，以及就是说你平常的保险有没有去落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剑锋星的影响有一些我们所听到市场面的消息比如说川普突然有些变化，或者谣传某某官员所说的事情这些东西叫做消息面，这些事情大部分都不稳靠，我们还是保存好现金。你要进场不是不可以老师刘烨总论有说过了，重点是你的仓位你要主持得宜不要去重仓，我们就注意333的法则，而且我们一定要停损停利，这是比较安全的。整体而言我们财运可以说是中平。接下来我们看到感情，单身的朋友桃花有个小高峰，流月的咸池星带来我们有一些素食暧昧，比如说健身房超商取货都有可能被搭讪。但是福斯星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假象，看似很好的艳遇或者很好的一些伴侣跟对象他可能不是已婚，不然就是呢他在找接盘侠。所以是说如果你遇到这样的艳遇，不能一竿子打翻，他就是来骗你的。只是我们慢慢的交往以礼，慢慢的往来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对方真的急着找备胎，或者是跟你去找接盘的，他一定要很急，因为他急着要把这事给托给另外一个人。
所以说慢慢来，有时候是最快的一个方法。而对已婚有伴侣的朋友啊，要注意流月太岁的力量，造成的是说我们彼此之间观念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买一个家电，你要摆哪里就产生了纠纷，明明摆哪里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呢就容易因此而吵架。或是呢嘴巴很不好，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自己花钱买的，你为什么还要管我等等之类的，吵到这样子其实这是很伤人的话。夫妻之间、伴侣之间呢，我们要注意是就事论事，你不要拿其他东西来助攻回来造成对方的伤害，这个是很难痊愈的。即使对我说没关系，我原谅你，这个伤害也都会在，就像你脸上挂一道疤，对不对？伤好了，疤还在不在？在的。所以说注意用词一定要小心。所以说整体而言呢，我们的感情属于中平。接下来我们看到健康部分，这个月我们身体负载是比较大的，而且流月的血刃星会直接冲击我们一些手脚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的状况会多。比如说我们走路拐到脚啊，或者是你在这个去翻书的时候被纸张割坏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遇到的状况。这个其实比较无伤大雅，但是就是疼痛是难免的啦。另外，本命有晦气星，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滑。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或是走路的时候没有戴口罩，就容易因为别人的咳嗽让自己变成了重感冒，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尽量外出的时候都戴好口罩，吃饭记得要先洗手，这是很重要的状况。而且要避免吃生冷的食物生冷食物在这个月对我们容易会有一些过敏或是一些引发肠胃炎的状况，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另外就是晚上睡觉早点睡11点之前能够入睡的是最好的，不然你可能这个月你的精神不好，容易犯了一些不该犯的低级的错误。所以整体而言呢，健康也属于小凶。接下来到我们属羊的朋友，这个月属于运势比较低落的月份，要注意出入的安全咯。那在事业方面这个月的事业有点像风中残烛，明明有想法，但是呢做起来却有心而无力。这是因为本命宫空亡，所以说呢削弱我们的行动力。主管交办的任务明明也是不怎么难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就一直想拖东滑滑西看看。本来3个小时里面可以做完的事情，我们拖了一整天，到最后一刻都还没开始做，要做的时候发现快下班或者要交案了。对，就拖到那个 deadline 之前我们才不得不去做。连影音文件这种事情，我们都不是错漏页数，不然就打乱了这个张数这个是很多很奇怪的问题简直是匪夷所思要特别注意的。而流月太岁星会带来让主管对我们有特别的关照，比如说呢，开会的时候那个主管突然点名，你现在这个状况，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这个时候我们之前本来在放空的，然后就被点到之后脑中一片空白，只能是怎么样呢？硬挤出一些场面话，导致呢就有一些很可笑的状况出现。唯一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远方有天解星同事可能在后面跟你讲，刚才讲是这个，暗示一下，然后那避免是说你犯了错误更加的难看至少还可以解决了。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在同事交办之间或者彼此团队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有记录，避免说有错误的时候我们找不到谁出错了，这样子处理起来从头到尾都变得自己的错了，这是比较糟糕的。整体而言事业运就属于中平。接下来我们看到财运部分，这个月财库漏财率颇高，收入勉强可以持平，但是支出却是比较高的，这是因为本命的地上星压制住我们的正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接案的朋友那可能会被客户去砍价现在涨价什么什么的我们现在没更能力不然你便宜一点，对不对？或是因为业绩奖金它有一些我们犯了一些技术性的错误，让我们受到一些扣款。比如说我们交案的时候没有查好被客户挑出一些瑕疵，那之后我们就被扣了奖金，这也是蛮可惜的。另外流月就有血刃星会比较危险，就是怎么样呢？会因为一些意外事故比如说我们车子跟他靠到或者是机车抛锚或者是一些状况，让我们需要临时的开支。所以是说注意之前的保险有没有保好，那至少大事没有。那第二个就是说呢，有没有留周转金？周转金就是我们这些小事情，比如汽车抛锚或怎么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赶快去支应，赶快去维修好，恢复我们正常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状况。而另外一部分就注意你的存款有没有足够，因为存款这个东西不是只依附这个月，长期的存款有一定的水位，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大的安全。而另外一部分就是偏财我们受到了大杀星的影响有一些市场上我们所看到一些 AI 投资或者是区块链等等的一些招投资的这个就不要相信了，好不好？这个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保存现金是最好的投资，任何新兴产业投资对我们来说都是风险极大化不要去挑战，不要以为反正我亏得起，对，你不亏不就更好吗？不亏就是赚了，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不亏就是赚，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论是谁给你推荐的都是一样，父母给你推荐的你都不要相信，我们维持现金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跟我讲通货膨胀，亏的钱一定比你通货膨胀那几%来的高的。所以整体而言呢，财运就属于小凶的，这个真的是不可不慎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感情，那感情部分呢，这个月属羊的朋友啊，桃花有点像什么呢？举个例来讲，就像过期的优惠券。看似很好，但是你用不了。在流月里面有福司星啊，都容易说我们在一些平台里面所遇到的对象看起来不错，网络上交友现在也是常态，也不能说是都骗人的。那我们发现有些对象可能聊得很不错，但是呢，在后面在奔现见面之后才发现不是我所想的那样，对不对？这个身高180是号称180，穿的鞋的180，那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穿的鞋180，那个鞋垫可能就10公分、15公分了，那这个就有点可怜的。这个就有点有趣的地方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怎么样呢？慢慢的去交往，奔现可以，但是不要急的进入下一段关系，先见面，先理解，先了解对方的是比较好一点的。而对已婚有伴侣的朋友来说要注意地磁星的影响。伴侣可能会说你袜子乱丢洗碗不干净或者是你这尿尿没有对好等等之类的然后丢下一句话，然后你就生气说我当时怎么看上你了，跟老妈子一样，真的不要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有些事情你觉得两个人都这么熟了，都是彼此的唯一的，讲一些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没有这个受到了伤它是会好，但是它不会完全好，都会留下一个伤口在那个地方。你没事讲那句话，你只是图了说我仗着我关系好，好像呢跟我自己讲话一样，吐槽一下没问题，不是这样子你是你，他是他，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情了。另外注意就是太岁的问题会产生。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伴侣在吵架的时候注意太岁的力量会让你互不相让，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最主要是遇到问题找到最大公因数能够相处能够生活比能够找出对错来的重要。有时候就是他错你对，那你认错又何妨呢？这个就是人生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整体而言感情属于中平。接下来我们看到健康，健康在这个月不是很理想小病不理会，拖到大病才会炸锅。流月的血刃星联合本命的豹尾星我们很容易比如说走路我就很容易走路拐到脚或者你在开罐头的时候割伤自己的状况会容易出现。而我们肠胃部分受到地上星感到会比较敏感中午我们可能是吃饭吃得快一点，然后下午可能就突然肚子痛，在厕所拉了1个小时，然后人家还以为你在偷懒还是摸鱼这是真的是还蛮冤枉的。而最危险的可是剑锋星引起的一些我们过去有的一些慢性疾病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是50、60岁的这个就可能要去多注意一下你有没有一些征兆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三高患者就要注意会不会有头晕的状态头晕或摔跤引发的另外一些问题是比较危险的状况这真的是要注意的。而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再滑手机了，要决定睡觉了，手机放下来，眼睛闭起来，棉被盖好，那我们就一觉到天亮，那是最好的。不然你拿着手机本来11点可以睡了，都拖到2点你还在滑，因为太好笑了，对不对？所以整体而言健康就属凶。接下来我们属猴的朋友，属猴朋友这个月属于刑克之月，而且流月的负面力量有一点大，是一个比较有压力、有一点挑战的月份。在事业上这个月事业上有点像走钢索，平衡拿捏是关键。本命的太阴星联合流月的天解星，女性贵人的力量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法律、教育或是跨国贸易相关的工作，能够靠一些贵人的牵线下，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成就。但是呢，要注意勾神可能会去稍微给你使一些小绊子，让你一些数据跟来源有一些没有查证之后，可能会有些错误。或者是客户突然拿一些3年前或者5年前一些你之前犯过的错误来杀价，说这样你值得信任吗？所以说要特别去注意导致是说你这些事情让你有一些官非上面的纠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临时来的一些挑战跟专案，比如说客户问你说明天我这个方案能不能出来明明就可能是下礼拜才要的，他会突然跟你讲明天能不能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要明天讨论之后我们再给你答案不要说他说什么就做什么，反而会让我们陷于被动的一个状态。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小凶。在财运方面这个月财运有点像云霄飞车本命的天乙贵人星的力量让我们有一些不错的收入可以进来。比如说我们之前要结案了，但是还没请到款的突然他大发慈悲了，对不对？把我们该拿到的钱收进来了。比如说包含了这些艺术创作版权或者这些设计相关的收入它可能会进来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流月会有天官符的影响，
有一些朋友啊去推荐你说啊，这个东西啊我们要去做一些投标竞标，你可能就变成一个陪衬的作业啊，或者是说，哎，这个东西啊我们可以去投资，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哈，我们做好我们的本业，专注于本业，专心于本业，把自己的本业做好、做精、做足，那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是说啊，这个做好之后，我们的政财才会好，政财稳定啊，就像一个国家，你有很强大的工业，你有了底气，你吃得饱，有工作做，那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啊，我们都不要太在意。整体而言呢，财运就属于中平。接下来我们看到感情部分呢，我们这个感情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抽盲盒这样啊，单身的朋友遇到对象，可能就是一些好坏参半的啊。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团里碰到啊，哎，长相是我的菜，但是呢，他的口条听起来好像是跟我是相冲的，或是看起来真的是干干净净的、白白嫩嫩的一些文青类型的，但做起来呢，他发现他好像就是一个软饭的专业户。都两个人交往没几次啊，可能面都还没有见到啊，就说啊，你可以不要帮我付一下学贷啊，或是我有家里急用啊，妈妈生病、爸爸疼的之类的啊，有些状况要去注意。而对已婚有伴侣朋友，你要注意孤城心的影响，伴侣容易有些碎碎念啊，比如说你袜子怎么没有把它丢到这个洗衣篓里面啊，或是你碗怎么没有洗干净啊，状态来去做。那当然我们做一做做到生气，我们就说啊，不然你来做，你那么会，你都自己来做没？那这个其实就是没必要的事情哦。有些时候啊，我们就说知道就好啊，好，我们先忍着就好了。这个家庭相处啊，忍让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方啊，可能他有他其他的原因导致他碎碎念，那虽然你不知道，但是你也觉得说你的问题为什么在我身上要发作呢？有时候就这样啊，伴侣不找你发作，那他就不是伴侣。你难道不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把他牵引到别人吗？所以说啊，互相一点，有时候啊，我们过这个月就会好很多。整体而言呢，我们的感情属于中平。接下来我们看到健康方面啊，健康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老家店一样啊，随时就可能会罢工。也就是说呢，随时你可能会让人很不舒服，然后突然就站不起来，不要躺在床上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流月的剑锋星啊，联合本命的血刃星，就容易让我们有一些急性的一些神经痛，比如说胃抽痛啊，痛得要死，或头超级痛，痛到真的是脑袋快炸开来了，对不对？你这个真是做什么不行，但是我明知道我该去做，也知道怎么做，但是呢，身体的重量或是身体的疼痛啊，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早上只是赶急，我们喝一杯咖啡，赶快垫个肚子，结果呢，还没到公司就在路上就想拉肚子了，而且还找不到厕所，那个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而最需要注意就是这个月太岁力量非常强大，如果你过去有一些慢性病史，比如说你三高或者是一些肾脏疾病或者一些癌症状况的朋友你要去注意啊，一定要去看看自己身体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变化，不要以为它小小的没什么问题，应该只是临时性的有时候多注意一点临时变化，避免旧疾复发。旧疾复发其实也算正常，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影响变大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整体而言呢，这个月健康运属凶。接下来我们属鸡的朋友，这个月的运势啊，受到流月吉星的关照，原本应该是比较强势的运势，但是呢，这流月的力量实在太强了，跟太岁是本命，所以变得太强了，我们不一定能够承受住啊，这个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在事业上啊，我们这个要特别注意啊，魔鬼藏在细节里面。有时候一些水到渠成、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特别要去注意它流程上有没有问题。有些时候啊，光标点符号打错你就有可能出现很大的一些错误，或者日期压错，或者把一些文件呈给不对的人啊。比如说你应该呈给 A 客户，结果你传给了 B 客户，甚至是给了竞争者，其实这个东西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问题所产生。所以说要特别注意，这个月啊有将星有太岁，这个部分会让我们的事业产生很多需要征战的地方，但是还好就是我们有天解星，所以是说啊，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只要一步一步的，不要着急立刻反应，我们要分析出来我们到底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甚至从聊天记录里面或是业务传递里面找到是说这个问题根源在哪里，我们赶快从根源里面把它消除掉。那这个事情就还有转机的空间，特别去注意的。另外就是说，如果在我们交谈过程之中客户突然态度反转，或者是质疑我们的专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找出足够的文献或足够的数据来证明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有这个实力。那么这样子反而是让客户觉得是说我们有担当，而且我们真的能够承接各种不同的意外事故。那么有时候给我们的信心会比较高的。那另外注意，这个月还是有五鬼星五鬼星是什么呢？比如说厂商的报价单我们应该是要8折的，结果呢，他给我们讲的变成是说它只有9折，一些小小的数字上的变动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是说我们在履约之前我们必须要去看一下我们所有合约的内容是不是正确的。而最重要的是太岁的施压比如是说主管说这个东西赶快签这个东西我们就
叫我们赶快做的事情啊，我们特别要去注意，因为有时候啊，这个主管呢，他不是神啊，他也是人升上去的，所以说他越急要做的事情啊，里面可能就有锅在里面，能不能扛得起啊？我们要看清楚，我们才能够知道，扛锅啊，有时候是部署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不是什么锅都要扛，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哦。整体而言呢，我们的事业运啊，就属于小凶。这个月财运啊，如果你是做律师或者法务相关的，那还不错，因为这个月有官符星，官符嘛，就是你要做法律跟法务相关的，对你来说特别有利。但是如果不是，那你要特别去注意一下了，说，我们收到一些缴费单，上面是不是我们的名字？比如说停车单上面明明就不是我名字，但是我们看到夹在我们的车窗上面，我就拿去缴了，对不对？蛮糟糕的。或是我们去为了贪便宜啊，去买一些二手的或盗版的软体啊，但是呢，里面其实是有些争议的，那你可能因此而染上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甚至在偏财部分呢，我们可能会遇到这个德萨星的影响，很多人来找我们投资，但是实际上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诈骗性质多的，或是一个根本就不靠谱的平台。所以是说啊，你就要去跟风，或是听消息面去投资，或是你异业投资的时候啊，尽量都是不要去做。我们坚守本位，坚持我们自己的本业，把现金存牢，这绝对是优先而且最好的投资方案，至少这个月是。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这个月的财运啊是属于小凶。接下来到我们感情方面，感情方面呢，这个月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受到一些华而不实、绣花枕头的影响。我们单身的朋友遇到的对象，可能看起来都是很 OK 的，但是实际上啊，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套路，比如是说呢，他就是来找备胎的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说呢，他是来找接盘侠的，等等的，我们需要去多注意。所以说啊，这个月单身的朋友啊，你要再去遇到一些你可能有一点交往意识的，或者对方也跟你示好的，我们要越慢的去理解啊，我们可以往来，但是不要急着进入下一个关系，我们先能够知道啊，对方到底是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那个是很重要的。会有伴侣朋友来说啊，这个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找一些共同的活动啊，无论是在一起看个电影，或者是呢外出我们散个步，越找到我们可以共同都能够接受的嗜好，哪怕出去吃一个宵夜啊，都可以对我们感情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最不好就是说呢，我们说到的事情做不到，就变成是说你只是一打空包弹，对，那伴侣对你的信心啊，跟你的本来很期待啦，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的，结果后面说啊我忘记了啊，下一次吧啊，突然有事。这个状况就很不好，记得哈，这个言而有信啊，是我们感情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整体而言呢，感情也属于小凶。接下来我们看到健康运啊，健康运啊，这个月其实是比较不理想的。流月的剑锋星啊，联合本命的血刃星，我们很容易受到一些意外事故的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切水果的时候，就切的不是水果，切的是手，对不对？那就有点糟糕了。还有骑车开车的时候容易分心啊，就容易造成一些意外的碰撞。另外就是我们肠胃这个月会比较敏感啊，受到浮湿性的影响啊，我们吃一些生冷的或者是暴饮暴食的时候啊，或是吃到一些比如说腌制品腌制过久的，那很容易让我们肠胃产生的不必要的伤害，这是特别要去注意的。另外就是说要去注意我们这个月不能熬夜啊，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不要睡前再滑手机。本来是打算12点睡了，就会滑一滑到3点半了，然后呢，你等下6点半你有点起床，睡3个小时，你觉得明天工作你能够做得好吗？有什么事情值得牺牲你的事业来去当天晚上必须把它熬完的吗？没有哦，所以特别注意，我们作息一定要非常好，才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健康，尤其是血刃星这么强大的一个月份，又有剑锋星，晚上没睡好，早上你可能就出大事，这个不要冒这个险啊，是比较好的。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大凶。接下来我们属狗的朋友，这个月能量是比较混乱的一个月，虽然本命的时运是比较强大的，但是流月的负面力量实在是太强了，所以还是要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跟生活纪律。记得这个月啊是太岁的本命月，力量非常强大。而在事业上啊，这个月有点像被雷击中的风筝，瞬间高速的一些事情啊，让你突然发生了。比如说，这个原来谈好的事情啊，客户突然不要了，他宁愿付违约金，我们也不能够下去了。或者是说呢，我们的质量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导致被客户抓出来是说，你们是以伪杂真，对不对？你根本就是出现了大事。但这个问题又不是我们自己单方面能够处理的，有时候是我们的供应商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原料，或者是其他同事呢，他是为求方便，然后来找一些不对的东西来充数，导致我们要去交给客户或是在去商谈的时候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其实要特别注意，每一个环节你一定要去理解，哪怕是说你不是你负责，但是你要多留个心，他来我们交出去之前呢，测试好我们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堪用的，是不是合理的，甚至是别人给你交办过来的一些数据啊，
再三的核查它有没有错的，比如说给你引用的数据，可能是过期的，那么你在交给客户的时候，你不是找别人笑吗？甚至有一些的数据来源是杜撰的，是网络上流传的，但是你却不知道是真的，甚至是 AI 做出来的，然后呢，你没有去做验证，你就说AI 做出来应该不会错吧，对不对？诚不欺我其实没有这是会有问题的。而另外死福星会让我们后面会有一些人会让我们故意让我们出丑的比如说我们过去得罪人，然后导致他现在想要来个报仇，所以是说他运作一下，我们手上拿到的东西可能就有问题。所以说你能不能够审慎你自己每一个业务的仔细度，你就是这个月能不能安稳过关的一个关键。所以整体而言这个月事业运属于小凶，要特别注意魔鬼藏在细节里面。而且我们看到财运就有点像破洞的水壶我们收进来的账很快就可能因为某某账单某某支出就要付出去了这感觉到新状况有点糟。但是呢，我们只要有存款，我们本身就有个大水库那么小水壶破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容忍住的。而另外本命的月德星可以稳定我们的正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建筑工程类的我们的一些结案之后我们请款的顺利程度比较高一点。但是要注意，我们流月有小耗星联合我们的副星的非刃星，突发的破财事件会接二连三，就像老师刚才讲到的，有点像破洞的水壶。比如说我们手机突然坏掉了、摔坏了，或者是呢我车子突然不小心 A 到了那导致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修缮。那这个问题有时候一出去就是比较高的价格，可能就是我们半个月的薪水，或者是我们整个月的收入都打水漂了，或者可能动用到我们的存款。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要有存款。所以老师在这2年一直跟你讲是说你一定要有存款，现金存款。存款就是我现在就可以支出去了，你不用跟我讲说我买去基金、买股票、买什么东西都是资产。对不起当你需要用到钱的时候，你不能把墙壁敲下来一块拿去付账嘛，不行吧？房子是不动产，对不对？都可以变钱的。但是你要用钱的时候，你不能把厕所拆下来给他吧，不能把马桶拆下来给他吧，不行，要的还是现金。所以说过去有储备，这个月遇到的问题就会比较小一点。所以整体而言我们这个月财运是属于凶。而在感情方面我们这个月感情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了诈骗简讯本来没有去碰到没事，一碰到就出事。无论单身跟已婚你要小心注意这个桃色炸弹。有些人突然对我们投怀送抱，突然对我们示好其实事出必然有因他或许我们魅力真的很好，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对方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导致让我们陷入了一个桃花阵里面有些事情这很难讲。所以最好这个月无论单身或者是已婚别人对你的示好，我们都能够以礼相待，不要着急的是说对方投怀送抱，我不把握好像不行了，对不对？有时候来一个刺激的一个小冒险，搞不好这是一个艳遇呢，对方也表达说他没有要什么，就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若是有也轮不到你。所以说最好的以礼相待，有什么事情慢慢往来。单身的朋友我们可以真的是慢慢往来，慢慢来是最快的方法。只要他真的喜欢你，他要合乎等你这一个月去互相了解呢。而以后有伴侣更不用去想了，外面掉下来都是刀子，没有掉下来是什么大礼包都没有要注意。所以整体而言感情属于凶。接下来我们看到健康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老旧电梯的钢索，噼里咔啦的动起来都有一些怎么样呢？卡住的感觉好像那个电梯在叮叮乖乖的声音随时都可能会有出现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好好的保养，那也需要我们这个月多去散步，大家去公园多散步那我们可以一方面可以平衡掉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负面的磁场，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到说用走路的状况，我们全身都可以运动到，既不会太累，又有遇到一些很好的运动效果，这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呢，这个月因为太岁的影响，导致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会有偏头痛或者我们睡觉很奇怪的一些梦导致我们起来之后精神很不好。然后如果又加上熬夜隔天你开会的时候，可能把1%讲成100%。所以说注意好我们要常常去散步，让自己有一些身体的平衡，多喝水，喝纯水，不要喝什么酒奶茶之类的，少糖少奶多喝水，这最重要的。整体而言这个月的健康运会属于凶。接下来到我们属猪的朋友，这个月是月破之月，不但月破，加上流年的力量，这个月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说这个月无论如何保持低调，保持稳定，不要躁动，那是绝对重要的事情，不要去挑战，太厉害了。而在事业方面这个月有点像什么？被突然调到陌生赛道的赛车手，这个变动到了，你是连该转弯的地方都不知道，你该加速也不知道，所以造成了很多难以去适从的地方。而且这个月又有驿马星联合流月的天解星，变成是说，我们好像是加速，或是我们赶快去多面对挑战，就一定是比较好的。是比较好，但是你要去注意是你能不能够承受的东西。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在换跑道的时候，或是挑战新业务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未来想得过于美好，我们一定要去用数据来去支持我们所有的行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 AI 工具，无论是 ChatGPT 或者 DeepSeek 等等之类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些 AI 的工具来确定我们现在面临到的挑战到底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角度跟想法。他们可以用深度思考嘛，无论是 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等等之类的，把我们现在的问题提供给 AI， 叫 AI 用不同的角度或全面的分析，替我们去看看我们现在面临的业务或者挑战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地方。他讲你在听，等于是你请了一个助理帮你做简报，帮你做 PPT， 然后让你知道是说你要面对的事情你该怎么样去处理。有些时候呢，我们不是本身的职能不足，而是它的环境变化太快，有些事情我们因为跨界我们没有非常的去理解到，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只要用好这些 AI 工具这些事情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整体而言呢，事业运你只要用好 AI 工具属于中平，如果没有你就是凶了。而在财运部分这个月的挑战是比较大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漏风的气球，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业绩要去处理，但是我们进款的速度比较慢，导致我们必须要去垫款有些事情客户跟我们先去做了一些报告或是实验它是必须要有现场数据的，但是你现场数据做出来之后，他也不一定会买单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市场问卷调查，这些问卷调查其实客户要的是说你有没有这些的数据，或者你们历史数据，或者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些 background 在这边，然后如果没有，然后你自己要必须去做，但做出来客户也不一定会满意，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你的投资的这一些的事前准备到后面可能就打水漂，甚至呢就算是客户同意了，你的数据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合作，但是呢他给你的一些利润也没有大到是说可以让你完全 cover 掉你事前的这些成本。而在投资部分你要去注意这个月做任何投资都是不理想的。你在岁破之月、岁破之年你做这些事情都不理想，存好现金，其他都是假象，好吧？整体而言，你的财运就属于凶。接下来我们看到感情部分，感情部分这个月的桃花有点像单身的朋友来讲，有点像烂笑话。什么烂笑话呢？就看起来好像有点梗，有点好笑，但实际上又觉得怎么这么烂呢？很地狱的感觉。有些地狱的感觉让人家会心一笑，但是有些地狱的感觉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品真的是有点糟糕。所以说在以后有伴侣朋友你要注意，我们这个月有栏杆星的压力，所以说当伴侣会一直抱怨是说你宁愿加班也不陪我，或者是说你都没有陪小孩，都没有去看一下我的父母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一急下说我工作嘛，工作是为了什么？不就为了你，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这个事情就觉得是说那等同就是说你是因为工作，所以说你为了这个家，所以是说你的工作比我还重要，对不对？那你要先做好你的东西，那你的这个等次顺序是不是就有问题了？那其实就会产生一些误解其实就是说真的没办法，非常抱歉，那或者是说可以妥善沟通，或是提出事后补偿等等之类的伴侣无论是什么样的伴侣，无论是新婚伴侣或是老夫老妻永远都是需要哄的。你没有一个关系是不需要哄的，不要说对方都很能够善解人意，再善解人意的人，他都需要他的付出可以得到他的回馈。所以整体而言我们的感情运属于小凶。接下来我们看到健康运，这个月健康是比较不好的，毕竟流月有血刃星联合本命的剑锋星我们容易做一些意外血光的状况，而这个意外血光因为你是在岁破之年的岁破之月，所以是说请注意晚上你不要熬夜了，熬夜对你来说绝对是负面加分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受到这些压力在的时候，我们不但睡不好，而且还会睡不饱。那如果你还熬夜，那你早上是不是你开车骑车的时候就有危险？所以说尽量不要去把这个熬夜当成是说你每一天放松的时间，早睡早起，哪怕你今天很早10点睡，你5点起来7点才上班，你早点起来都没事，对不对？你不要是说你今天可能本来12点睡，结果你变成3点才睡，然后呢你可能7点起来，然后8点去上班，你睡4个小时，有时候你半路就突然会打个盹，发生了意外事故。尤其可能不是你自己的问题，有时候就是什么，有时候是没有注意到别人的不注意，导致你没有逃过这一劫。所以要记得属猪的朋友在这几年里面没有像这个月这么需要注意的时候，尽可能的早睡早起，饮食规律那你不要外面晚上跑出去玩，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在这个月去冒这个险。注意再讲一句话，属猪的朋友在这几年里面，今年的这个月是你挑战最大的时候，尤其是你的人身安全。整体而言这个月的健康运属于大凶。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阳历5月的12生肖的运势解析。那在这个月里面我们知道大环境变化很快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转变的希望，但是各位要去注意在阳历9月之前这个世界都不会太安全，也不会太平安。我们就要去做好我们的存款，
不要去做什么横向投资，不要跟我讲我一定要买房买车，做什么大额的支出，没有什么东西比你现金更加的珍贵，也没有比现金更加的可靠。任何好的投资机会都不要去参与，因为没有什么比你现在求稳来得更好。你要注意，4月2号的时候，天下翻了一番，但是10天之后又翻了一番。这个事情你换作是谁，你也预测不到，这就是它的差异点。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